你有沒有試過，突然有一天，你去加油的時候，發現油價漲了一大截；去超市買菜，同樣的東西貴了2、3成；打開電費單，比上個月多了好幾百。你心裡想，到底怎麼回事？其實答案可能不在你家附近，而是在幾千公里外的中東。歷史上每一次中東爆發大規模衝突，你的油費、菜價、電費全部都會跟着漲。1973年是這樣，1990年是這樣，2022年也是這樣。而最近這一次美國對伊朗動手，同樣的劇本又在重演。國際油價短時間內暴漲超過60%，黃金曾經創歷史新高，亞洲多個股市出現了罕見的大跌。更關鍵的是，川普在佛羅里達的峰會上親口說了一句話，攪動了中東，他下一個已經在等着了。今天這條影片，我會帶你看清3件事。第一，為什麼一個海峽就能讓全世界的油價暴漲？你的加油費、菜價、房貸全部受影響。第二，美股、港股、台股接下來怎麼走？歷史上17次類似的衝擊告訴我們什麼？第三，川普到底在下一盤什麼棋？下一個會動誰？你手上的錢應該怎麼辦？這條影片的信息量非常大，建議你先點個讚，收藏起來，慢慢看。我們馬上開始。好，我們先來搞清楚一件事：為什麼油價會漲這麼多？你可能覺得美國打伊朗打就打了，跟油價有什麼關係？伊朗又不是全球最大的產油國，問題不在於伊朗生產多少油，問題在於伊朗坐在什麼位置上。我打一個比方，你就明白了。你家裡的水管從水廠到你家，中間有一個總閥門，如果有人把這個閥門關了，不管你家水龍頭開多大，水都出不來。霍爾木茲海峽就是全世界石油的那個總閥門，它有多窄？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。但就是這麼窄的一條水道，每天有大約2000萬桶石油和天然氣通過，全球大約1/5的石油供應都要經過這裡。沙特的石油要出去得經過它，阿聯酋的石油要出去得經過它，科威特、伊拉克、卡塔爾的天然氣要出去也得經過它。日本90%以上的石油進口，韓國超過70%都要經過這條海峽。所以你現在明白了，這不是一條普通的海峽，這是全球經濟的咽喉，而伊朗剛好就坐在這個咽喉的北岸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國和以色列聯手打伊朗，伊朗的海軍和空軍基本被摧毀了。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，伊朗手裡還有一張王牌，他雖然打不過美國的航母和戰鬥機，但是他可以用導彈、無人機和水雷把這條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通道給你堵上。打仗歸打仗，但是真正讓全世界頭疼的不是戰場上的勝負，而是這條海峽被卡住了。結果有多嚴重？高盛的數據顯示，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流量暴跌了超過90%。正常情況下，每天通過2000萬桶，現在幾乎只剩下伊朗自己的船在走，只有9艘船通過了海峽。大約3000艘油輪等待通過海峽，10艘油輪在海峽遭到了攻擊，而且連鎖反應已經開始了。科威特宣布減產，阿聯酋在調整近海生產，伊拉克的儲油罐快要飽和，也要開始限產。沙特最大的煉油廠遭無人機襲擊後關閉，卡塔爾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設施也已經停工了。摩根大通就算了算，海灣地區的供應中斷大約是每一天150萬桶，如果儲罐用光了，可能逼近600萬桶，潛在的供應衝擊規模達到每一天1710萬桶，是2022年俄烏戰爭俄羅斯減產峰值的17倍。17倍，各位，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。如果整個3月持續低迷，油價可能超越2008年和2022年的歷史峰值。G7財長就召開了緊急會議，討論聯合釋放戰略石油儲備。消息一出來，油價立刻有了反應，馬上就回落下來，市場暫時鬆了一口氣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， IEA 自成立以來，一共只進行過5次集體釋放石油儲備，最近的2次是2022年應對俄烏衝突。每一次釋放儲備都意味着事情已經嚴重到了一定程度。你想想看， G7 什麼時候會緊急開會？只有在事情真的很嚴重的時候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川普的態度轉變。開戰初期，他還說不需要動用戰略儲備，結果油價飆到$120，他被迫改口了。
他在 Truth Social 上發了一條帖子，翻譯過來就是油價上漲只是短期的，等伊朗的核威脅被摧毀了，油價就會迅速下跌。這是為了美國和全世界的安全與和平付出的很小的代價，只有傻瓜才會不這麼想。各位，你品一品這句話，他說只有傻瓜才會不這麼想。但是卡塔爾的能源部長怎麼說的？他警告這場戰爭可能拖垮世界經濟，到底誰是傻瓜？如果 G7 真的釋放戰略石油儲備，短期內或許能壓住油價，也能稍微緩解市場的恐慌。但如果霍爾木茲海峽持續被封鎖，再多的儲備也只是拖時間而已。儲備總有用完的一天，這始終不是長久之計。好，你可能會說，Papa，我又不炒石油期貨，油價漲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太大了，因為石油不只是汽油，它是現代經濟的血液。你生活裡幾乎所有東西的價格都跟石油有關。假設你每個月加油花2000塊，油價漲了50%，你每個月就要多花1000塊，一年下來就是12000。但這只是最直接的。你去超市買菜，菜是用貨車從農場運到超市的，運輸成本漲了，菜價就漲了。你叫外賣，配送費也漲了。你坐飛機出差或者旅行，機票也貴了。你網購的東西，航運成本漲了，價格也會跟着漲。BBC 做了一個很好的分析，天然氣價格不到1周幾乎翻倍，化肥價格1周漲了21%。為什麼？因為化肥的原料是天然氣，而天然氣的運輸路線也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，化肥漲了，種地的成本就漲了，最終傳導到超市貨架上，你的菜價、肉價、糧食價格都會跟着漲。超級郵輪從中東到中國的租金創了歷史新高，每天超過40萬美元，翻了1倍。IMF 說過，航運成本是通脹的重要驅動因素，碼頭進口價格幾個月內就會受影響，零售端的影響在12個月後達到高峰。所以我說，油價上漲是一場隱形加稅，政府沒有加你的稅，但是你的生活成本實實在在的增加了。而且這個稅對普通家庭的影響比富人更大，因為普通家庭的收入裡花在能源和食品上的比例更高。而最讓人擔心的是，通脹可能要回來了。美國的通脹好不容易有了下行趨勢，眼看就要接近美聯儲2%的目標了。結果這場戰爭一來，所有的通脹下行趨勢都不確定了。部分分析師甚至預測，如果油價持續在高位，美聯儲不但不會降息，反而可能加息。加息意味着什麼？房貸利率上升，借錢成本上升，企業融資成本上升，股市承壓，這樣可能會帶來滯脹風險。就是說，經濟放緩和通脹同時來，這是最難搞的局面，因為美聯儲降息會加劇通脹，加息會加劇衰退，左右為難。川普自己怎麼說的？路透社問他油價上漲怎麼辦，他說了4個字 ：If they rise, they rise， 漲就漲吧。白宮堅稱戰爭不會影響美國經濟，但市場顯然不這麼認為。那這種事情以前發生過嗎？結果怎樣？有發生過，而且那一次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。1973年10月，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，阿拉伯國家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，油價在3個月內翻了4倍，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。結果是什麼？全球經濟陷入滯脹，經濟衰退加上高通脹同時來，美國的通脹率從3%飆升到11%，標普500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裡暴跌了44.6%，無數普通家庭的財富被蒸發，加油站排起了長龍，有些州甚至實行了單雙號限行。你看，跟現在是不是很像？都是中東打仗，都是石油供應被掐住，都是油價暴漲，但也有不同。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，頁岩油產量可以部分彌補中東的缺口。而且這次不是 OPEC 主動禁運，而是戰爭導致的暫時性封鎖。前能源部長就說，高油價只是暫時的。現在正是移除伊朗政權、解除其對海峽數十年勒索的時機。那這次會不會重演1973年的慘劇呢？其實你看川普的動作就知道了，戰爭還沒正式結束，他已經發帖說要收場了，市場就說他又塌口了。你回想一下關稅戰就知道了，先放狠話，再談判，
最後達成協議。但是無論這次打得快不快，油價的衝擊已經造成了供應鏈被打斷，通脹預期被推高，資金流向被改變。這些影響不會因為停火就立刻消失。1973年的教訓告訴我們，真正的經濟衝擊往往在戰爭結束之後才開始顯現。我們來看看股市到底在發生什麼。CNBC 引用了一個研究，統計了1939年以來17次重大地緣政治衝擊後標普500的表現。結論是，第一周平均跌幅只有 1.09%，12個月後平均漲幅是 2.92%。聽起来好像不用擔心，別急，我們看看細節。17次裡面有1次是例外，就是我剛才講的1973年10月的阿拉伯石油禁運，那次之後12個月標普500暴跌了 45%， 這是17次裡面跌幅最大的一次，而且跟其他16次完全不同。为什麼1973年是例外？因為那次不只是打仗，而是石油供應被切斷了，而現在的情況恰恰也是石油供應受到了威脅。霍爾木茲海峽的流量暴跌了超過 90%， 跟1973年的石油禁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，都是石油的供應端被掐住了。但是現在的市场估值比1973年時更高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油價冲擊持續，下行風險可能比1973年更大。那這次會走哪個劇本？恐慌指數雖然升高了，但對比2025年4月關稅恐慌時的高峰，還是低不少。大部分交易員押注的是川普會快速收場，就像2023年加沙戰爭那樣，1年後市場反而是漲了。但我要提醒大家，就算戰爭快速結束，油價衝擊對通脹和供應鏈的傷害已經造成了，這些後遺症需要時間消化。如果油價持續在高位，通脹回來，美聯儲被迫收緊，股市還是會承壓。而且奇怪的是，這次股票和債券是同時下跌。通常在危機裡，債券是避風港，資金從股市流入債市。但是這次油價飆升，推高了國債收益率，導致債券價格也在跌。華爾街的安全網正在瓦解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傳統的股跌買債的避險策略，這次可能不管用了。很多人以為伊朗戰爭離亞洲很遠，其實恰恰相反。分析指出，這場戰爭最大的金融受害者不是美國，而是亞洲。原因很簡單，日本、韓國、台灣石油幾乎全部靠進口，而且大部分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，油價暴漲，直接侵蝕企業利潤和消費者支出。日本雖然有254天的石油儲備，打了幾天就向國家石油儲備蓄積地下達了放出準備指令，隨時準備動用儲備。你想想看，連日本這種儲備充足的國家都開始做最壞打算了，就知道這次的供應衝擊有多嚴重。而且戰爭爆發前，大量熱錢湧入亞洲，追逐半導體和 AI 硬件的投資機會，這些公司的股價之前漲了不少。但是戰爭一來，風險偏好逆轉，熱錢撤離，韓國 KOSPI 指數出現了罕見的大跌，台股也錄得歷史級別的單日跌幅。台股是我最擔心的，不是因為伊朗戰爭本身，而是因為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是疊加的。我在 GMT 裡講過，台海一旦發生衝突，對台股的損害是毀滅性的。如果未來台海局勢再有任何風吹草動，衝擊會更大。中國 A 股反而比較抗跌，為什麼？因為中國國內的天然氣儲備相當於1整年的海灣進口量，而且中國已經在削減油品出口，以保障國內供應。那港股呢？恆生指數也跌了不少。要留意的是，港股的情況和其他亞洲市場不太一樣，港股的風險溢價本來就已經反映了大量的負面因素，台海風險、中國經濟放緩、美國制裁，現在再加上伊朗戰爭，恐慌性拋售把估值壓得更低。而過度恐慌的另一面就是機會。在3月6號的 GMT， 我有叫大家留意撈底的機會。恆生科技指數的 RSI 已經跌到了30以下，好多優質的港股都出現了超賣信號。我說這是長線價值投資者的美好時光，遍地 RSI 低過30，就看你想買哪一個。Rich 也有看到 Minimax 用實戰成績告訴大家，只要做好功課，嚴守紀律，即使在動盪的市場裡也能找到機會。所以投資者要特別注意分散風險，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。好，講完了市場，
我們來看一個更大的問題。上一條影片我講過，川普從委內瑞拉到伊朗的動作。今天我不重複那些，我們要往前看，他的下一步是什麼？伊朗還沒打完，川普已經在點名下一個了。他在佛羅里達辦了一個美洲之盾峰會，在峰會上直接說古巴正在走向生命的最後時刻，還說已經切斷了古巴所有的石油供應。你注意到沒有？他不是說我們在考慮，也不是說我們有可能，他是直接說已經切斷了，這是過去式，代表已經在執行了。紐約時報都在寫，伊朗之後，古巴人擔心自己是下一個。你說這個信號明不明顯？而且不只是古巴，華盛頓和以色列部分戰略家已經在討論，伊朗之後下一個戰略優先可能是遏制土耳其。那古巴又不是石油大國，動它幹嘛？這個問題問得好，你不能只看古巴本身，你要把川普過去1年的動作攤開來看，就像下棋一樣，一步一步看。委內瑞拉全球最大石油儲量國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承載全球20%的石油運輸，古巴美國後院最後一個不聽話的國家，格陵蘭北極航道的咽喉，巴拿馬運河全球航運的十字路口。你把這5步棋連起來看，就是一張完整的資源加航道控制網，每一步都不是隨便下的，都有它的戰略邏輯。有一個加拿大華裔學者叫江學勤，他2年前就用博弈論預測了川普會打伊朗，而且預測準了。他的方法很簡單，不聽領導人說什麼，只看結構性利益指向什麼。其實投資也是一樣的道理，不要聽市場在說什麼，要看資金在往哪裡流。江學勤還有一個更大膽的預測，他認為美國最終會輸掉這場戰爭。他打了一個比方，用法拉利去攔一輛電動自行車，美國攔截伊朗廉價無人機的成本極其高昂，這種不對稱的經濟消耗在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。我個人覺得這個觀點值得思考。不管最後結果如何，有一點是確定的，這場棋局的走向直接決定了你手上資產的命運。戰爭來了，有人哭就有人笑，錢不會消失，它只是搬了家。先看贏家，第一，能源股，這個最直接，油價漲，能源公司的利潤就會提高。戰爭爆發以來，主要的能源巨頭都出現了明顯的上漲。第二，軍工股，美國國會正在推動1.5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，戰爭持續越久，軍工股受益越多。第三，黃金，上一條影片我已經詳細講過黃金的邏輯了，這裡不重複。再看輸家，第一，航空股，全球航空交通大面積中斷，中東上空不能飛了，航線要繞道，燃油成本暴漲，航空公司的利潤被雙重擠壓。第二，郵輪和旅遊股。第三，科技股，科技股對不確定性最敏感，因為他們的估值主要靠未來的增長預期，不確定性越大，折现率越高，估值壓力越大。美國銀行的 Hartnett 分析師觀察到，資金正在從科技股流向能源和防禦性資產，這就是板塊輪動。那你應該現在去追能源股和軍工股嗎？我的看法是，不要追高，能源股已經漲了一大波了。如果戰爭快速結束，油價回落，能源股會跟着調整，追高買入。萬一戰爭結束的比預期快，你就被套在山頂了。投資最重要的不是追熱點，而是找到被市場錯殺的好公司。戰爭恐慌的時候，市場會犯大量的錯誤，好公司被拋售，價格遠低於價值，這才是真正的機會。好，來到我們最重要的部分。不管是這次的美伊衝突，還是未來任何一次地緣政治危機，你都可以用以下這套框架來應對。我給大家3個具體的策略。第一，適宜防守，多於進攻，不要太早撈底，讓它跌一會。每次戰爭爆發，市場的不確定性都會飆升，會打多久？對經濟的衝擊有多大？供應鏈會不會斷？這些問題沒有答案之前，不要急着 all in。你的核心倉位，那些你研究過的、基本面好的、有現金流的好公司，你可以繼續持有，但是不要加倉，也不要用槓桿，多餘的資金放在一邊等待機會。研究指出，30年期間，如果你錯過了市場最好的10天，回報會減半。但反過來說，如果你在最差的10天裡滿倉，損失也是巨大的。所以戰爭期間的策略應該是保留足夠的現金，等待更清晰的信號。第二，檢查你持倉的戰爭敏感度。
不是所有股票在戰爭中受到的影響都一樣。每次地緣衝突爆發，你可以看看你的持倉裡有沒有高度依賴衝突地區能源進口的公司，有沒有供應鏈很長、容易受航運中斷影響的公司，有沒有航空、郵輪、旅遊這些每次戰爭都會直接受衝擊的板塊。如果有，你要考慮減持或者對沖。第三，設定觸發條件，不要猜漲跌。戰爭期間最忌諱的就是憑感覺做決定，你要提前設定好你的觸發條件。什麼情況下加倉，什麼情況下減倉？比如說，如果衝突地區的關鍵航道恢復通行，能源價格回落，市場鬆一口氣，那可能就是一個買入窗口。反過來，如果能源價格持續在高位超過2個月，通脹壓力上升，央行態度轉向收緊，那股市可能會有第二波下跌。提前想好，到時候執行就行了。不要等到市場大跌的時候才開始恐慌。也不要等到市場反彈的時候才開始興奮。專業投資者和業餘投資者的分水嶺就在於風險管理。投資是一輩子的事情，我年輕的時候也輸清光過2次，但正是那些慘痛的教訓，讓我明白，投資最大的敵人不是市場，而是你自己的情緒。恐慌的時候賣，興奮的時候買，這是人性，但也是虧錢的根源。你需要的是一套系統的框架，幫你在情緒波動的時候做出理性的判斷。這也是我做 GMT 的初衷。我們每個星期都會用實時的市场狀況和公司業績做案例分析，手把手帶學員學會怎麼分析、怎麼思考、怎麼做風險管理。就像現在這種局面，我們在 GMT 裡面就會分析戰爭對各個板塊的影響，哪些股票有機會，哪些要謹慎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點擊下面資訊欄看看 GMT 會員計劃的詳情。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這次美伊戰爭，你手上的持倉做了什麼調整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，我們集思廣益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。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。也請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，讓更多人看到。我們下條影片再見。